寒风如刃，割过皮肤时带着沉闷的痛，我全在街角，单薄的睡衣像纸一样贴在身上，雪不停落，一层一层盖住我，指尖已经冻成青紫色，每一次吸气，喉咙里都泛着铁锈般的腥甜。远处有烟花炸开，除夕的夜空被映得明明灭灭，无数扇窗后透出暖黄色的光，隐约还有笑声传来，团圆饭应该正吃到热闹处吧。而我白焕清就要无声无息地死在这个晚上了。3天前，钱思度拿到我的诊断报告后，只沉默了几分钟，然后他拉起我的手，语气平静的可怕：“焕清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”婆婆周彩凤推着轮椅过来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恶。早就说你这身子骨不行，这下可好，还得拖累我儿子。我被推出家门时，身上只有这件睡衣。钱思度站在门内，暖光勾勒出他冷淡的侧影。高温期要来了，厚衣服用不上，你自己保重。他说的高温期是他1周前突然预见到的未来，从除夕开始，气温会直线飙升到50度以上，持续整整1年。为此，他拆了地暖，卖了羽绒被，整个家正在被改造成冰窖。可他不知道，或者说，此刻这世上只有我知道，那场酷热只会持续7天，7天之后，真正的末日才会降临。冰河时代，长夜永冬，但我没机会说出口了。体温正在流失，意识像进了水的纸，慢慢化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如果能，嗨，我猛地呛出一口气，从床上弹坐起来，视线所及是熟悉的卧室壁纸，床头灯还亮着，暖光温柔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，完好，温暖，甚至能看见皮肤下淡青色的血管在跳动。不是梦。床头柜上的电子钟显示腊月23凌晨5点47分，我真的回来了，我看见了。春节后高温，绝对是高温末世。钱思度兴奋的声音从客厅穿透房门，那语调，那用词和前世分毫不差。我闭了闭眼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前世就是今天早晨，他从一场午睡中惊醒，宣称自己获得了预知能力。当天下午，我被查出乳腺癌晚期。3天后，我被赶出家门，手下意识伸向床头柜，果然那里躺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我抽出诊断书，白纸黑字，刺眼的厉害。可就在目光触及病名那一行时，一些零碎的字句突然撞进脑海。误诊了，真正得病的是婆婆。女主快去查，医院把样本搞混了，渣男还要用他的钱囤兵，救命钱啊！我怔住，这些信息来的突兀，却莫名带着一种理应如此的确信。我盯着诊断书，前世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浮出水面。那天婆婆确实也去了医院，说是复查老毛病。她表现得异常紧张，甚至抢在我前面抽了血。难道客厅里钱思度还在高谈阔论？冰，要买很多冰，空调、冷风机、冰箱。对了，厚被子全扔了，占地方。我轻轻扯了扯嘴角。冰，等极寒降临，你们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冷。手机震动，弟弟白浩的消息跳出来：姐，爸说除夕必须带姐夫回来吃饭，不然就别进门了。我心里一酸，前世只有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我失踪后拼命寻找，他找到我时，雪已经盖住了我的脸。这一世不会了。我掀开被子下床，开始快速思考。第一步，验证真相，马上去医院重新检查。第二步，准备物资。钱思度不是要囤兵吗？那就让他囤，而我要囤真正能救命的东西。第三步，离开，带上弟弟去妈妈留下的那处老宅，那栋他临终前反复叮嘱谁都别说的房子，将成为我真正的堡垒。衣柜里塞满了冬衣，8床蚕丝被是妈妈当年的嫁妆，蓬松柔软，我全部拖出来，开始打包。卧室门突然被推开，钱思度站在门口，目光落在我手边的包裹上，眉头皱起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我抬起头，脸上已经挂好温顺的笑。思度，我想了想，你说的对，高温要来了，这些厚衣服确实用不上，我整理出来，下午捐给福利院吧。他打量我几秒，似乎想从我的表情里找出破绽，但最终只是哼了一声，算你懂事，动作快点，下午有工人来装冰柜，别挡路。对了，他转身前又补了一句：“微微春节想来住几天，你把主卧收拾一下。”苏微微，那个总在同学群里暗讽我嫁得好不如长得好的初恋。前世，他住进主卧的第2天，我的牙刷就不见了。好，我低下头，声音轻软。等他脚步声远去，我立刻托起包裹出门。这些保暖物资，一丝一毫都不会留给他们。银行柜台前，我平静地办理了挂失。那张联名卡里有妈妈留给我的30万。他攒了一辈子的钱，原本说要给我当底气。前世，这笔钱成了钱思度囤兵的资金。这一世，它只会属于我。医院走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重新抽血、拍片，等待结果。当医生拿着新报告走进诊室，表情带着明显的困惑时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白女士，她推了推眼镜，您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乳腺没有任何问题。果然，我握紧拳头，指甲陷进肉里，那点刺痛让我保持清醒。不过，医生翻着病历，上周的样本标签确实有些模糊。如果您不放心，可以再做一次。不用了，我站起身，接过那份干干净净的报告单。谢谢您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果然我没病。那有没有可能报告被搞混了？我试探着问。医生皱起眉头，理论上不太可能，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您可以把之前的报告给我看看吗？我把那张写着乳腺癌中期的诊断书递过去。医生仔细对比了2份报告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这确实有问题。2份报告的样本编号不一样，但患者信息却搞混了。那真正的患者是谁？按照样本编号查询，医生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，是周彩凤女士。周彩凤，我的婆婆。我差点笑出声，真是报应啊！
他装瘫痪折磨了我3年，结果自己得了癌症都不知道。医生，这件事请您暂时保密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会亲自告诉他的。复印了一份真正的诊断书，我把它小心地收进包里。这份报告将在最合适的时候送给那一家人一份大礼。离开医院，我直奔城郊的老宅，那是一套青砖结构的独栋小院，带地窖，靠山而建。妈妈生前最喜欢这里，说这里风水好，能避灾。我用钥匙打开门，熟悉的木香扑面而来。房子有些年头了，但结构很结实，我需要在这里打造一个安全的避难所，应对即将到来的极寒末日。我把带来的厚衣服、厚被子放进衣柜，然后开始列清单：保暖类、极地羽绒服、电热毯、煤炉、固体酒精、暖宝宝；食物类、米面粮油、速冻水饺、腊肉香肠、压缩饼干、罐头；能源类、柴油发电机、太阳能板、蓄电池、蜂窝煤；医疗类、常用药、维生素、冻伤膏、抗生素；防御类、防爆门窗、监控设备、对讲机。正写着，我突然感觉胸口一阵发热，低头一看，妈妈留给我的那枚玉佩正在发光，那是一枚碧绿的翡翠玉佩，妈妈临终前挂在我脖子上的。她说这是外婆传给她的，让我一定要贴身带着。玉佩越来越烫，我下意识地握住它，下一秒，我的意识被吸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，那是一个大约50立方米的白色空间，四周是虚无的边界。我试着把桌上的水杯拿起来，心念一动，水杯就消失了，出现在这个空间里。我在心念一动，水杯又出现在我手中，而且水杯里的水温丝毫未变。时间静止的空间，我激动得浑身发抖。有了这个空间，我就可以囤积大量物资，而且不用担心变质。我把玉佩贴在胸口，轻声说：妈妈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这是妈妈在天之灵在保护我。接下来我要开始疯狂囤货了。错误预知与空间觉醒。傍晚时分，我回到了钱家，刚进门就听见客厅里传来婆婆周彩凤尖酸刻薄的声音：那个懒婆娘死哪去了？都几点了还不回来做饭？妈，她送衣服去了。钱思度不耐烦地说：您别管她，咱们商量正事要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进去。客厅里，周彩凤坐在轮椅上，装的。钱是我临死前才知道她根本就没瘫痪。公公钱建国坐在沙发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钱思度站在中间，面前摊着一张清单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周彩凤一看见我，立刻板起脸。都几点了？想饿死我吗？我低下头，装出温顺的样子。对不起妈，路上耽误了一会儿，我这就去做饭。慢着！钱思度叫住我，焕清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钱思度清了清嗓子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我今天早上获得了一个特殊能力，我能预知未来。预知未来？我装作惊讶的样子。没错，钱思度更加得意了。我看到春节后气温会飙升到50度以上，持续整整1年，那是一个高温末世。所以他指着那张清单，我要打造一个绝世冰屋，我要买20万的冰块，5台大功率空调，还有各种冷饮、雪糕、冰镇啤酒。到时候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，我们就在冰屋里喝着冰啤酒，看着外面那些人被热死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冷笑。这就是所谓的高温末世。短暂的升温之后是漫长的冰河时期，气温会从50度骤降到零下40度，持续整整1年半。他囤积的冰块，到时候只会把它们冻成冰雕丝度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装作害怕的样子。当然是真的。钱思度不耐烦地说，所以我需要钱，大量的钱。焕清，把你的银行卡给我。来了。钱是，他就是这么骗走我的救命钱的。我的银行卡。我低下头。思度，我今天去银行，发现卡消磁了，我已经挂失了，要等3天才能补办新卡。什么？钱思度脸色一变，那你卡里还有多少钱？5万多。我小声说，其实那30万我已经转走了，但我不想让他起疑心。钱思度气得直跺脚，5万够干什么的？思度。周彩凤突然开口，妈那里还有20万，你先拿去用。钱思度眼睛一亮，真的？妈，您真是太好了。我在心里摇头。那20万是周彩凤的养老钱，也是她的救命钱，只可惜她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还傻傻的把钱拿出来给儿子囤冰块。钱是，等他们发现真相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行了，钱建国掐灭烟头，赶紧做饭去吧，饿死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进了厨房。做饭的时候，我竖起耳朵听着客厅里的动静。思度，钱思度在打电话。微微，春节来我家住吧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苏微微，她的初恋女友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钱是。苏微微得知钱思度有预知能力后，立刻贴了上来。她根本不相信什么末世，只是想分一杯羹。等末世真正来临，她发现钱思度的预知完全错误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跑。可惜那时候已经跑不掉了，那个病秧子活不过高温。钱思度压低声音，但我在厨房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房子和物资都是我们的。我的手顿了一下。病秧子，看来他已经认定我得癌症了。正好，就让他这么以为吧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，反而更容易让他们放松警惕。晚饭做好后，我把菜端上桌。周彩凤尝了一口，立刻吐出来。这么咸，你想咸死我吗？对不起妈，我重新做。算了算了。钱思度摆摆手，赶紧吃完，我还要去采购呢。一顿饭吃得如同嚼蜡。周彩凤不停地挑刺，钱建国闷头吃饭不说话，钱思度则是一脸兴奋，不停地刷着手机上的空调和冰块广告。我默默吃着饭，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吃完饭，钱思度果然出门了，说是要去订冰块。我收拾完碗筷，借口身体不适，早早回了卧室。关上门，我立刻从脖子上取下玉佩。下午在老宅的时候，
我测试了一下这个空间的功能，它大约有50立方米，可以立体堆叠，而且时间是静止的。我把一杯热水放进去，过了2个小时拿出来，水温一点都没变。这意味着我可以囤积大量热食，随时取出来吃。我闭上眼睛，意识沉入空间，里面现在只有几件厚衣服和被子，空荡荡的。我需要尽快把它填满，但首先我需要升级这个空间。我隐约有种感觉，当空间里储存的东西达到一定量时，它会发生某种变化。我把玉佩贴在胸口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请保佑我。”玉佩微微发热，仿佛在回应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借口去医院复查，出了门，钱思度昨晚一夜未归，估计是在苏薇薇那里。周彩凤和钱建国还在睡觉，没人管我。我直奔批发市场。第一站，保暖用品。老板，极地羽绒服怎么卖？500一件，批发价我要20件，能便宜点吗？老板眼睛一亮，20件，那给你450一件。好，再来50个暖宝宝，20床电热毯。好嘞，这些东西我让他们直接送到老宅。然后是食物，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、盐、酱油，各种调料，每样都来10箱。速冻水饺、汤圆、包子、馒头，塞满冰箱，剩下的放进空间。腊肉、香肠、火腿、罐头，这些都是耐储存的食物，越多越好。压缩饼干、单兵口粮、能量棒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伪装成公司采购，分批在不同的市场购买，避免引起注意。一个上午下来，我已经花了5万多，但这只是开始。下午我去买了2台柴油发电机，还有大量的柴油，又订了防爆门窗，让师傅明天去老宅安装。傍晚时分，我来到老宅，把今天采购的物资一一放进空间。当最后一件羽绒服放进去的时候，玉佩突然剧烈发热，我愣住了。只见空间四周的虚无边界开始向外扩张，原本50立方米的空间瞬间扩大到了80立方米。果然，囤货可以升级空间，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80立方米足够我囤积更多的物资了。我正高兴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钱思度。喂，思度，焕清，你的卡补办好了吗？钱思度的声音带着一丝焦躁，还没呢，银行说要明天才能取，真是麻烦。钱思度骂了一句，算了，妈的钱已经给我了。我买了20万的冰块，5台空调，还有其他各种冷饮。思度，你买这么多冰块放在哪里啊？咱们家的地下室啊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我已经让人改造过了，保温效果特别好，到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冰屋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地下室改造冰屋，等极寒来临，地下室的温度会比地面还低，那些冰块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。思度，你真厉害。我装作崇拜的样子，那我能去看看吗？看什么看？钱思度立刻拒绝，你就在家待着，别到处乱跑。对了，薇薇明天搬进来，你把主卧收拾一下。好，挂断电话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苏薇薇要搬进来了，钱氏就是这个女人，在我被赶出家门后，霸占了我的主卧，穿我的衣服，用我的化妆品，还在我的床上和钱思度翻云覆雨。这事我倒是想看看，当极寒来临，他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我把玉佩戴回脖子上，锁好老宅的门，返回钱家。路上我经过一家种子店，突然心血来潮，走了进去。老板，有蔬菜种子吗？有啊，你要什么？青椒、西红柿、黄瓜、白菜，每样来1包，再来几袋营养土。老板奇怪地看着我，大冬天的，你种这些？我在家里搞了个温室，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，想试试能不能种出来。哦，那祝你成功。把种子和营养土放进空间，我满意的离开了。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，也许我可以尝试在里面种植，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有源源不断的蔬菜供应了。回到钱家，周彩凤和钱建国正在客厅看电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周彩凤一看见我就没好气地说，都几点了？晚饭呢？对不起妈，我这就去做。我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晚饭，一边做饭一边听着客厅里的对话。思度说那个病秧子的癌症了。周彩凤压低声音，但我在厨房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真是晦气，娶了个丧门星回来，得癌症了。钱建国有些惊讶，那得花不少钱吧？花什么钱？周彩凤冷哼一声。思度说了，等高温末世一来，他就活不成了，到时候咱们把他赶出去，眼不见为净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原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。前世的我还傻傻的以为他们只是嘴毒，心里还是把我当一家人的，真是可笑。对了，周彩凤又说，微微那孩子我见了，长得俊，嘴又甜，比那个冰秧子强多了，你见过了？思度带他来过了。周彩凤笑着说，那孩子还给我带了礼物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做饭。没关系，让他们笑吧，等极寒来临，他们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丧门星。晚饭做好后，我把菜端上桌，周彩凤尝了一口，又开始挑刺，这菜炒得太老了，你会不会做饭？对不起妈，我下次注意。还有这汤淡得跟水一样。钱建国也插嘴，你做饭越来越不用心了。我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前世我会委屈，会难过，会偷偷抹眼泪，但这一世我不会了，因为我知道再过几天他们就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吃完饭，我收拾完碗筷回到卧室，钱思度还没回来，估计又和苏薇薇在一起。我关上门，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微型摄像头和一个窃听器，这是我下午回来的时候顺便买的。我要在客厅里安装监控，随时掌握这一家人的动向。趁着周彩凤和钱建国回房睡觉，我悄悄来到客厅，把摄像头藏在空调后面，窃听器藏在沙发底下，这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明天就是腊月24了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6天，我需要加快速度了。转移母亲遗产，出示囤货。腊月24，小年，按照习俗，今天应该祭灶神，吃糖瓜，但钱家显然没这个心情。一大早
钱思度就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苏薇薇。苏薇薇穿着一身名牌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不少。她挽着钱思度的胳膊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。焕青姐，她假惺惺地说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看着她，心中冷笑。前世她也是这么假惺惺地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她就霸占了我的主卧，穿我的衣服，用我的化妆品，还在我的床上和钱思度翻云覆雨。我很好，我平静地说，倒是薇薇你看起来气色不错。那当然。苏薇薇挽紧钱思度的胳膊，思度哥对我可好了。钱思度咳嗽一声，对我说，焕青，薇薇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你把主卧收拾一下。好，我转身去收拾主卧。说是收拾，其实就是把我的东西搬出来，衣服、化妆品、首饰全都装进箱子里。苏薇薇站在门口看着我忙碌，眼中满是得意。焕青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要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头也不回地说，反正我也住不了几天了。苏薇薇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祝你和思度幸福。说完，我拖着箱子走出主卧，把房间让给了他。周彩凤坐在轮椅上，看着这一幕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薇薇啊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那个病秧子很快就会滚蛋的。谢谢阿姨。苏薇薇甜甜地说，我会好好照顾思度哥的。我拖着箱子回到客房，关上门。客房很小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反正再过几天我就会彻底离开这里。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整理好，然后拿出手机查看监控画面。客厅里，周彩凤、钱建国、钱思度和苏薇薇4个人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思度，你的预知能力真是太厉害了。苏薇薇一脸崇拜地说，等高温末世一来，我们就躲在冰屋里，看着外面那些人受苦。那是当然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我可是天选之子。思度哥，苏薇薇撒娇道，到时候能不能让我爸妈也住进来？钱思度愣了一下，你爸妈？是啊。苏薇薇说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我怕他们在高温里受不了。这个钱思度有些犹豫。思度，周彩凤开口了，薇薇的爸妈就是咱们的亲家，当然要一起住了。妈说的对。钱建国也附和，人多热闹嘛。钱思度想了想，点头道，好吧，那就让他们一起来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还亲家？等极寒来临，这一大家子人挤在那个冰屋里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场景，估计会很有趣。我关掉监控，换好衣服，准备出门。今天我要去银行取金条，然后继续采购。刚走到门口，钱思度叫住我，焕青，你去哪？去医院复查。我平静地说，医生说要定期复查。钱思度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去吧去吧，早点回来做饭。好，我走出钱家大门，深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外面的空气比那个家清新多了。我先去了银行，把妈妈留给我的5根金条取出来，每根金条重100克。按照现在的金价，值20多万，加上银行卡里的30万，我手头有50多万，足够我采购大量物资了。离开银行，我直奔批发市场。今天我要买的是能源类物资，柴油发电机已经有了，但柴油还不够。我订了500升柴油，让老板送到老宅。然后是蜂窝煤，这种传统的取暖方式在极寒时期非常实用。我订了2吨蜂窝煤，还有3个煤炉。太阳能板也要买，虽然极寒时期阳光不足，但多少能发点电。我订了一套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，包括太阳能板、逆变器和蓄电池。一个上午下来，我又花了10万，但这只是开始。下午我去买了医疗用品，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抗生素、维生素、钙片，各种常用药，每样都来10盒，还有外伤用药、碘伏、酒精、绷带、纱布、创可贴。冻伤膏是重点，极寒时期冻伤是最常见的伤病。我买了50支冻伤膏，还有各种保暖贴、热敷贴。这些医疗用品在末世里比黄金还珍贵。傍晚时分，我来到老宅，把今天采购的物资放进空间。空间里现在已经有不少东西了，保暖用品、食物、能源设备、医疗用品，大约占了40立方米，距离升级还差10立方米。我需要再加把劲。正想着，手机响了，是弟弟白浩。姐，你在哪？我在外面。怎么了？我放寒假了。白浩的声音有些低落，但是妈不让我回家住，说家里没地方。我心里一紧，继母刘美兰一直不喜欢我和弟弟。前世弟弟被赶出家门后，四处找我，最后冻死在街头。这一世我不会让悲剧重演。小浩，你来姐这里。我说，姐有话跟你说。姐，你不怪我吗？白浩有些犹豫。爸说你不带姐夫回家，就不认你这女儿了。傻孩子，我柔声说，姐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是姐最亲的人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白浩有些哽咽的声音，姐，我这就去找你。挂断电话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，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要保护他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半小时后，白浩来到老宅，他今年19岁，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，长相清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。姐，他一看见我就扑了上来，眼眶红红的。我抱住他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好了好了，不哭，姐在这里呢。姐，对不起。白浩抽噎着说，我没用，保护不了你，傻孩子。我松开他，擦去他脸上的眼泪，是姐没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把白浩带进屋里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小浩，姐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严肃地说，但你必须答应姐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白浩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姐，你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重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当然，我隐瞒了弹幕的事，只说我是死后重生回来的。白浩听完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姐，你是说7天后会有极寒末日？没错。我点点头。气温会从50度骤降到零下40度，持续整整1年半。那姐夫的高温末世是错误的预知。我冷笑一声，他看到的只是短暂的升温，之后就是漫长的冰河时期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坚定地说，
姐，我相信你。我愣了一下，你就这么相信？不怕我骗你？姐不会骗我的。白浩认真的说，从小到大，只有姐对我好，我心里暖。这就是我的弟弟，无条件信任我的弟弟。小浩，我拿出玉佩，这是妈妈留给我的，她给了我一个空间。你看，我把一杯水放进空间，然后又取出来。白浩瞪大了眼睛，这是时间静止的空间。我说可以储存大量物资，而且不会变质，太神奇了。白浩激动地说，姐，有了这个空间，我们就可以在末世里生存下去了。没错，我点点头，所以我们要尽快囤积物资。小浩，你懂电脑，能不能帮我黑进气象局的后台，看看有没有异常数据？没问题。白浩立刻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给我半小时。半小时后，白浩抬起头，脸色凝重，姐，你是对的。他把电脑屏幕转向我，这是气象局的内部数据，显示7天后会有一股异常的寒流席卷全球，气温会在短时间内骤降50度以上，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数据，心中更加笃定，我的重生不是梦，极寒末日真的会来。小浩，我认真的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全力以赴，为末世做准备。姐，我听你的。好，我站起身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这套老宅改造成一个安全的避难所。我带着白浩参观老宅，这里是地下室，可以储存物资；这里是地窖，温度比较低，适合储存食物；这里是后院，可以种菜。姐，白浩突然说，我可以改造这里的电路，建立一个独立的电网，这样就算外面的电网瘫痪了，我们也有电用。好主意，我点点头。还有，我想安装一套安防系统，包括监控、报警器、对讲机，这些交给我。白浩自信地说，我在学校学过相关知识。我看着弟弟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前世我一个人孤军奋战，最后被冻死在街头。这一世我有弟弟，有空间，有先知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小浩，我突然说，你想看一场好戏吗？什么好戏？7天之后，我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钱家那一家人会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白浩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姐，你变了是吗？白浩点点头，变得更厉害了。我也笑了。是啊，我变了。前世的我软弱善良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但这一世我不会了，我要做一个冷酷果断有仇必报的人，因为在这个末世里，善良只会让你死得更快，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。8月25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5天。一大早我就被周彩凤的骂声吵醒，那个懒婆娘死哪去了？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做饭？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手机，早上6点。前世我每天5点起床，给这一家人做早饭，稍微晚一点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但这一世我不会再惯着他们了。我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砰砰砰，门被敲得震天响。白焕清，你给我出来！是钱思度的声音。我慢悠悠的起床，穿好衣服，打开门。什么事？钱思度一脸怒气。你还敢问什么事？都几点了还不做饭？你想饿死我吗？我身体不舒服。我平静地说，今天做不了饭，身体不舒服。钱思度冷笑一声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还讲究什么身体？我的心猛地一缩，将死之人，这就是他对我的评价。思度，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你真的希望我死吗？钱思度愣了一下，然后不耐烦地说，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高温末世一来，你也活不成，赶紧去做饭，别废话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也消失了。前世我对这个男人还有感情，即使被赶出家门，我心里还是有一丝不舍，但这一世我明白了，在他眼里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做饭、洗衣、照顾他妈的工具。现在工具坏了，他就要扔掉，换一个新的。好，我点点头，我去做饭。我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早饭，一边做饭一边听着客厅里的动静。思度哥，苏微微撒娇的声音传来，我今天想去逛街，买几件新衣服。好啊，钱思度宠溺地说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哥有钱。思度，周彩凤开口了，你也给微微买几件金首饰吧，人家女孩子总要有点首饰傍身。妈说的对。钱思度说，今天就去买。我在厨房里冷笑，用他妈的救命钱给小三买金首饰，这一家人真是无耻到了极点。早饭做好后，我把菜端上桌，周彩凤尝了一口，立刻皱起眉头，今天这粥怎么熬得这么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妈，我身体不舒服。我平静地说，下次我注意，身体不舒服。周彩凤冷笑一声，我看你就是懒，得了癌症还这么懒，活该你死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活该我死。我抬起头看着周彩凤，这个老太婆装瘫痪折磨了我3年，现在还要咒我死，她是不是忘了真正得癌症的人是她自己？妈，我突然开口，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周彩凤愣了一下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是吗？我意味深长地说，那您可要注意身体，别像我一样得了病还不知道。周彩凤脸色一变，你咒我？不敢。我低下头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。周彩凤气得浑身发抖，你这个丧门星敢咒我？思度，你给我打他。钱思度站起来，扬起手就要打我，我后退一步，躲开他的手。思度，你要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钱思度恶狠狠地说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敢咒我妈？我没有咒他。我平静地说，我只是好心提醒，你还敢顶嘴？钱思度又要动手，被苏微微拉住了。思度哥，算了。苏微微假惺惺地说，焕清姐也是一片好意，好意。钱思度冷哼一声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，转身回了客房，关上门。我听见周彩凤在客厅里骂骂咧咧，这个丧门星早就该赶出去了。思度，你赶紧把他赶走，看着就会气。妈，别急。钱思度说，等高温末世一来，他就活不成了，到时候不用我们赶，他自己就会死，那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周彩凤不耐烦地说，我现在看见他就烦，快了。
钱思度说还有5天，除夕那天高温末世就会降临，5天。我坐在床上，心中默数，还有5天，极寒末日就会降临，到时候这一家人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丧门星。我拿出手机查看监控画面，客厅里，钱思度、苏薇薇、周彩凤和钱建国4个人正在商量今天的行程。思度、苏薇薇说，我想去买几件羽绒服。买什么羽绒服？钱思度皱眉，高温末世要来了，羽绒服有什么用？可是苏薇薇有些犹豫，万一降温了呢？降温？钱思度大笑，我的预知能力你还信不过？春节后气温飙升到50度，哪来的降温？就是周彩凤附和，薇薇啊，你要相信思度，他可是天选之子，能看到未来的。好吧。苏薇薇不再坚持，我在屏幕前摇头。苏薇薇还算有点脑子，知道买羽绒服备用，可惜钱思度太自负了，根本听不进去，这就是盲目自信的下场。我关掉监控，换好衣服，准备出门。今天我要去拿复查报告，然后继续采购。刚走到门口，钱思度叫住我，焕清，你去哪？去医院拿复查报告。我平静地说，顺便买点药。买什么药？钱思度眼中闪过一丝警惕，你的救命钱可都是我的。我心里冷笑，救命钱？他以为我会用那30万治病，可惜那30万我早就转走了。而且我根本没病，我知道。我低下头，我不会乱花钱的，知道就好。钱思度满意地点点头，去吧，早点回来。我走出钱家大门，深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外面的空气比那个家清新多了。我先去了医院，拿了复查报告，医生告诉我的乳腺完全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点点头，把报告收好，然后我去复印了一份周彩凤的真实诊断书。这份报告我打算在合适的时候送给那一家人一份大礼。离开医院，我直奔批发市场。今天我要买的是防御类物资，防爆门窗已经安装好了，但还需要监控设备、报警器、对讲机。我去电子市场买了一套家用监控系统，包括8个摄像头、1个硬盘录像机、1个显示器，又买了4个对讲机，可以在末世里和弟弟保持联系。然后是工具，斧头、砍刀、电棍、防狼喷雾，这些在末世里都是必需品。我还买了一把复合弓和50支箭，虽然我不会用，但可以学。在末世里，远程武器比近战武器更安全。一个上午下来，我又花了5万。下午我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，卫生纸、卫生巾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牙膏、牙刷，这些日常用品在末世里都是稀缺资源，我每样都买了足够的量，足够我和弟弟用2年。傍晚时分，我来到老宅，把今天采购的物资放进空间。空间里现在已经有50多立方米的东西了，距离升级还差30立方米，我需要再加把劲。白浩正在地下室里忙碌改造电路。姐，你回来了？我点点头。电路改造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白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我再装一个逆变器就可以连接太阳能板了，辛苦了。我说，晚上想吃什么？姐做什么我都爱吃。我笑了笑，从空间里取出食材，开始做晚饭。今晚吃红烧肉、清炒时蔬、番茄蛋汤，这些都是我和弟弟爱吃的菜。晚饭做好后，我和弟弟坐在餐桌前，一边吃一边了解。白浩突然说，我今天黑进了气象局的内部系统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气象局的高层已经知道极寒末日要来了。白浩压低声音，但他们没有公开，而是在秘密做准备。秘密做准备，没错。白浩点点头，他们在各地建立了秘密储备库，储存了大量物资，而且他们还在招募退伍军人，组建应急队伍。我心里一沉，气象局知道极寒末日要来，但没有告诉公众，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只能自生自灭。小浩，我严肃地说，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知道。白浩点点头，姐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继续做准备。我说，把老宅打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，末世来了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白浩坚定地说，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傻孩子，是姐保护你。晚饭后，我回到钱家，刚进门就听见客厅里传来欢声笑语。思度哥，这件金项链好看吗？苏薇薇的声音，好看，你戴着真漂亮。钱思度宠溺地说，思度，你也给妈买一件吧。周彩凤的声音，妈也想要。好好好，明天就去买。我站在门口，心中冷笑，用他妈的救命钱给小三和婆婆买金首饰。钱思度，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。我走进客厅，4个人立刻停止了说笑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周彩凤没好气地说，都几点了？晚饭呢？我在外面吃过了。我平静地说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什么？周彩凤瞪大眼睛，你敢让我们自己解决？我身体不舒服。我说，需要休息。说完，我转身回了客房，关上门。门外传来周彩凤的骂声，这个丧门星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思度，你赶紧把他赶走。妈，别急。钱思度说，还有5天，他就活不成了。我坐在床上，戴上耳机，隔绝外面的噪音。5天，再过5天，这一切都会结束。到时候，我会在温暖的老宅里吃着火锅，看着这一家人在冰屋里冻成冰雕，那画面一定很精彩。腊月26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4天。今天我要正式搬离钱家。一大早我就开始收拾行李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重要的东西都在空间里，这里只剩下一些日常用品。我把8床蚕丝被、10件羽绒服，还有各种保暖内衣、毛衣、厚袜子全都打包好，这些都是妈妈留给我的陪嫁，我一件都不会留给那一家人。正收拾着，钱思度推门进来，你在干什么？收拾东西。我平静地说，我要搬走了。钱思度愣了一下，搬走？你要搬去哪？我妈留给我的老宅。我说，我打算去那里住一段时间。钱思度眼中闪过一丝狐疑，老宅？什么老宅？城郊的一套房子。我说，我妈临终前留给我的。钱思度皱起眉头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，现在不是说了吗？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思度，
我知道你们不想看到我，我得了癌症，活不了多久了，不想拖累你们，我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让我走吧，去老宅等死，这样你们也清静。钱思度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你真的要走？我点点头，我今天就走。钱思度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，好吧，你走吧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停下来。对了，你的银行卡里的钱我都取出来了。我说我要用来看病。钱思度脸色一变，都取出来了？多少？5万多。我说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钱思度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5万多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行吧，你走吧。他说以后别回来了。好，钱思度走出房间，我听见他在客厅里对周彩凤说，妈，那个病秧子要走了。周彩凤的声音带着一丝惊喜，真的。他说要去城郊的老宅等死，哈哈哈。周彩凤大笑，这个丧门星终于滚了。思度，你赶紧帮他收拾，让他快点走，我已经让他走了。那就好。周彩凤高兴地说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天下了。我坐在床上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让他们笑吧，等极寒来临，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客房，客厅里，周彩凤、钱建国、钱思度和苏薇薇4个人坐在一起，脸上都带着笑容。要走了。周彩凤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得意，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碍眼，妈。我平静地说，我走了，您保重身体，不用你操心。周彩凤冷哼一声，我身体好得很。那就好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向门口，等等。钱思度叫住我，我转过身，还有什么事？钱思度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，焕清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一句忠告。什么忠告？高温末世要来了。钱思度说，你那些厚衣服厚被子都没用了，我建议你赶紧去买冰块空调，不然你会被热死的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冷笑，他还以为自己在好心提醒我，殊不知他是在把我往死路上推。谢谢你的忠告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会考虑的。我转身走出钱家大门，没有回头，身后传来周彩凤的骂声，这个丧门星终于滚了。然后是苏薇薇假惺惺的声音，阿姨别生气了，焕清姐也是一片好意。周彩凤冷笑，她就是故意的。我走出楼道，深吸一口新鲜空气，终于自由了。我拖着行李箱来到老宅，白浩正在院子里忙活，看见我立刻迎上来，姐你回来了。我点点头，我搬出来了。真的？白浩惊喜地说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了。我笑了笑，把行李箱拖进屋里。小浩，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全力以赴为末世做准备。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白浩兴奋地说，电路改造完成了，太阳能板也装好了，监控系统正在调试，很好。我点点头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囤积物资，我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来放进空间，然后我和弟弟开始列清单，规划接下来4天的采购计划。保暖类已经基本够了。我说接下来重点是食物和能源。食物方面，白浩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储存食物，大米、面粉、面条、罐头、压缩饼干，还有蔬菜。我说我买了种子和营养土，想在空间里尝试种植，空间里能种东西。白浩惊讶地问，不知道，但我想试试。我说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蔬菜供应了，那太好了。能源方面，我继续说，柴油和蜂窝煤已经够了，但还需要更多的蓄电池。极寒时期，电力是最重要的。我可以去汽车修理厂买一些废旧电瓶。白浩说，然后自己改造。好主意。我们商量了一上午，制定了详细的采购计划。下午，我开始在空间里尝试种植。我把营养土铺在一个塑料箱里，然后撒上青椒种子，浇上水，然后我把塑料箱放进空间的一个角落。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。我不知道种子能不能发芽，但总要试试。做完这些，我拿出手机查看钱家的监控画面。客厅里，周彩凤、钱建国、钱思度和苏薇薇4个人正在商量除夕的安排。思度，周彩凤说，除夕那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钱思度问。庆祝那个丧门星滚蛋啊！周彩凤得意地说，还有庆祝我们的冰屋建成。对，钱建国附和，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思度哥，苏薇薇撒娇道，我想吃海鲜大餐。没问题。钱思度宠溺地说，除夕那天我们吃海鲜大餐，喝冰镇啤酒，庆祝高温末世的到来。好，4个人举杯相庆，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海鲜大餐、冰镇啤酒，等极寒来临，他们就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可笑了。我关掉监控，继续准备物资。傍晚时分，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焕清，你今年除夕回不回来？爸，我平静地说，我不回去了。什么？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怒气，你不回来？那你弟弟呢？小浩跟我在一起，你们2个都不回来。父亲更加生气了。白焕清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姓白，我没忘。我说，但我不想回去。你，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好，你不回来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爹。爸，我突然说，明天开始别出门，多穿点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说您保重身体。挂断电话，我心里有些复杂。父亲虽然偏心，但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人，我不想看着他死，但我也没有证据证明极寒末日要来，我只能提醒他一句，至于他听不听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姐，白浩走过来，爸打电话来了。我点点头，让我们除夕回去，让我们去吗？不去。我说我们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姐，我听你的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这就是我的弟弟，无条件支持我的弟弟。小浩，我说明天开始我们要加快速度了。白浩坚定地说，姐，我们一起活下去，一起活下去。夜幕降临，我和弟弟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满天繁星。姐，白浩突然说，你说末世来了会变成什么样？不知道。我说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活下去。白浩靠在我肩上，姐，
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搂住弟弟，看着远方的夜空。还有4天，4天后，这个世界将会彻底改变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有空间，有弟弟，有先知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钱思度、周彩凤、钱建国、苏薇薇，你们等着，极寒末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。腊月27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3天。一大早，我和弟弟就开始忙碌。今天我们要完成老宅的最后改造。小浩，我说防爆门窗装好了吗？装好了。白浩说，我还加了双层保温玻璃，可以有效隔绝寒气，很好。我检查了一下门窗，确实很结实，就算有人想闯进来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电路呢？电路改造完成了。白浩说，现在我们有独立的电网、太阳能板、柴油发电机、蓄电池3套供电系统，就算外面的电网瘫痪了，我们也有电用。很好，我又检查了供暖系统，3个煤炉，2台电暖气，还有地窖里的蜂窝煤，足够我们度过整个极寒时期。白浩说，我还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，8个摄像头，覆盖老宅的每一个角落。很好，我看了看监控画面，确实很清晰。还有这个，白浩拿出4个对讲机，我们可以在末世里保持联系。小浩，你做的太好了。白浩笑了笑，姐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心中充满了骄傲。这就是我的弟弟，聪明、能干、可靠，有他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姐，白浩突然说，我们今天还要买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食物和药品，虽然我们已经囤积了不少物资，但还不够。末世会持续1年半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储备。走，去采购。我和弟弟开着租来的小货车，直奔批发市场。第一站，粮食。老板，大米怎么卖？3块5一斤，批发价我要500斤，能便宜点吗？老板眼睛一亮，500斤，那给你3块3毫，再来500斤面粉，200斤面条。好嘞，这些东西我们让小货车直接送到老宅，然后是罐头，肉类罐头、水果罐头、蔬菜罐头，每样都来50箱。这些罐头保质期长，营养丰富，是末世里的重要食物来源。压缩饼干和单兵口粮也要买，这些虽然不好吃，但热量高，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充饥。一个上午下来，我们已经花了8万。下午我们去买了药品，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抗生素、维生素、钙片，各种常用药，每样都来20盒，还有外伤用药。碘伏、酒精、绷带、纱布、创可贴、手术刀、缝合线，这些医疗用品在末世里比黄金还珍贵。我还买了几本医学书籍，学习基本的急救知识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老宅，把今天采购的物资放进空间。空间里现在已经有60多立方米的东西了，距离下一次升级还差20立方米。姐，白浩说，空间里还有空间吗？还有。我说，大约还有20立方米，那我们要不要再买点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，娱乐用品，娱乐用品。我点点头。末世会持续1年半，我们不能整天闷在家里，需要一些东西来打发时间。姐，你想买什么？书籍、杂志、棋牌、游戏机。我说，还有电影、电视剧、音乐，我要下载到硬盘里，这些交给我。白浩说，我可以下载很多资源。好，晚上我和弟弟坐在客厅里，一边吃火锅一边聊天。火锅是我从空间里取出来的，之前做好放进去的，现在还热腾腾的。姐，白浩说，你说钱家那家人现在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拿出手机查看监控画面，让我看看监控画面里，钱思度正在客厅里安装空调，第5台空调了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等高温末世一来，这里就是人间天堂。思度哥，你真厉害。苏薇薇一脸崇拜地说，有了这些空调，我们就不怕热了。那是当然。钱思度更加得意了，我可是天选之子。周彩凤坐在轮椅上，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。我儿真有本事。钱建国也在一旁附和，思度，你真是咱们家的骄傲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5台空调在极寒时期有什么用？到时候这些空调只会成为摆设，甚至成为累赘姐。白浩说，他们还在装空调。我点点头。5台了，5台。白浩瞪大眼睛，他们疯了吗？他们没疯。我说，他们只是太相信钱思度的预知能力了。可是没关系，我打断他，让他们装吧，等极寒来临，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蠢。白浩摇摇头，真是可悲，可悲。我冷笑一声，他们不值得同情。前世他们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冻死在街头，这一世我要让他们尝尝同样的滋味。白浩看着我，突然说，姐，你变了，是吗？白浩点点头，变得更坚强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是啊，我变了。前世的我软弱善良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但这一世我不会了。在这个末世里，善良只会让你死得更快，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。小浩，我说，明天是腊月28，我们还要最后采购一次，买什么？水和燃料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极寒时期水管会冻裂，自来水会断供，我们需要储备大量的水。燃料也很重要，煤炉、柴油发电机都需要燃料，我们要储备足够的燃料，度过整个极寒时期。好，白浩说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们继续吃火锅聊天。窗外寒风呼啸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我知道这种温暖很快就会消失，3天后整个世界将会陷入冰封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钱思度、周彩凤、钱建国、苏薇薇，你们等着，极寒末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而这个礼物会让你们终生难忘。腊月28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2天，今天我们要进行最后的采购。一大早，我和弟弟就出门了。第一站，水。老板，桶装水怎么卖？10块钱一桶，批发价8块，我要200桶，能便宜点吗？
老板瞪大眼睛，200桶，你干什么用？公司年终福利。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，发给员工的。哦，这样啊。老板点点头，那给你7块5一桶。好，200桶桶装水，足够我和弟弟用1年了。然后是燃料，我去加油站买了500升柴油，让老板送到老宅，又去煤厂订了2吨蜂窝煤。这些燃料足够我们度过整个极寒时期。1个上午下来，我们已经花了5万。姐，白浩说，我们还买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零食。我点点头。末世会持续1年半，我们不能只吃主食，需要一些零食来调剂生活。姐，你想买什么零食？巧克力、糖果、坚果、薯片、饼干。我说还有烟酒在末世里是硬通货。我说可以用来交换物资。明白了，我们去超市买了大量的零食和烟酒，巧克力、糖果、坚果、薯片、饼干，每样都来10箱。香烟买了50条，白酒买了20箱。这些东西在末世里比黄金还珍贵。下午我们去买了一些特殊用品，卫生巾、卫生纸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牙膏、牙刷，这些日常用品在末世里都是稀缺资源。我还买了几套保暖内衣、几双雪地靴、几件厚外套。虽然我已经有不少了，但多备点总没错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老宅，把今天采购的物资放进空间。空间里现在已经有70多立方米的东西了，距离下一次升级还差10立方米。姐，白浩说空间里快满了。我点点头，再买点东西应该就能升级了。还要买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书籍和种子。我说书籍可以打发时间，也可以学习知识，种子可以在空间里种植，提供新鲜蔬菜。好，明天去买。晚上，我和弟弟坐在客厅里，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。电视里正在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预告片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气氛。但我和弟弟都知道，这种喜气洋洋很快就会变成绝望和恐惧。白浩说，你说除夕那天会发生什么？气温会反常升到25度。我说钱家那家人会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会更加疯狂地庆祝。然后呢？然后下午3点，天色骤暗，暴风雪毫无征兆地降临，气温会在1小时内从25度暴跌到零下10度。白浩倒吸一口凉气，1小时暴跌35度。没错，我点点头。而且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几天气温会持续下降，最终稳定在零下40度左右。零下40度，白浩喃喃自语，那钱家那家人，他们会冻死。我平静地说，在他们亲手打造的冰屋里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姐，你恨他们吗？恨。我冷笑一声，我不恨他们，我恨的是自己的愚蠢。我说，前世我对他们付出了真心，却被他们无情抛弃。这一世我明白了，有些人根本不值得付出。白浩看着我，突然说，姐，我不会抛弃你的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我知道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你是姐最亲的人。我们继续看电视聊天。窗外寒风呼啸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我知道这种温暖很快就会消失，2天后整个世界将会陷入冰封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白浩突然说，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白浩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打开一个网页，这是我黑镜气象局后台找到的资料。白浩说，关于极寒末日的详细数据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数据，心中更加笃定，极寒末日真的会来，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白浩说，根据这些数据，极寒会持续1年半，在这期间，全球气温都会维持在零下40度左右。而且他继续说，由于气温骤降，全球电网会瘫痪，交通会中断，通讯会中断，整个世界会陷入混乱。我知道了，我点点头。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。姐，白浩认真地说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笑了笑，搂住弟弟的肩膀，我们一起活下去。夜深了，我和弟弟各自回房休息，躺在床上，我拿出玉佩，轻轻抚摸。妈妈，我轻声说，请保佑我和弟弟。玉佩微微发热，仿佛在回应我。我知道，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在保护着我们。还有2天，2天后末世就会降临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有空间，有弟弟，有先知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钱思度、周彩凤、钱建国、苏薇薇，你们等着，极寒末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而这个礼物会让你们终生难忘。2月29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最后1天，今天我们要完成最后的采购。一大早，我和弟弟就出门了。第一站，书店老板，这些书怎么卖？按标价，不打折。我要买很多，能便宜点吗？很多，多少？医学类的、农业类的、机械类的、军事类的，每样都来10本。老板瞪大眼睛，你开图书馆啊？个人收藏。我说多少钱？老板算了算，说给你打8折吧。好，我买了大量的书籍，包括医学、农业、机械、军事等各个方面。这些书籍在末世里可以救命。然后是种子店老板，蔬菜种子怎么卖？5块钱1包，10块钱3包。我要青椒、西红柿、黄瓜、白菜、萝卜、菠菜，每样来10包。老板惊讶地看着我。大冬天的，你种这些？我在家里搞了个温室，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，想试试能不能种出来哦。那祝你成功。我买了大量的蔬菜种子，还有几袋营养土。如果空间里能种植，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蔬菜供应了。上午的采购完成后，我们去吃了午饭。姐，白浩说，下午还买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宠物用品。我点点头。我想养几只鸡，养鸡。我说鸡可以吃剩饭，还可以下蛋。在末世里，鸡蛋是珍贵的蛋白质来源。姐，你想得真周到。我们去农贸市场买了10只母鸡，还有大量的鸡饲料。这些鸡我们要养在后院里。下午我们又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针线、剪刀、刀具、
绳索、胶带这些日常用品在末世里都可能派上用场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老宅，把今天采购的物资放进空间。当最后一件东西放进去的时候，玉佩突然剧烈发热，我愣住了。只见空间四周的虚无边界开始向外扩张，原本80立方米的空间瞬间扩大到了120立方米，空间升级了。我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120立方米足够我囤积更多的物资了。姐，怎么了？白浩问。空间升级了，我兴奋地说，现在有120立方米了，太好了。白浩也高兴地说，那我们可以买更多东西了。不，我摇摇头，今天已经腊月29了，明天就是除夕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那这些空间怎么办？留着。我说，末世里我们可能会找到其他物资，到时候就有地方放了。明白了。晚上，我和弟弟坐在客厅里进行最后的检查，保暖类，羽绒服20件，电热毯20床，煤炉3个，蜂窝煤4吨，暖宝宝500个，够了。食物类，大米500斤，面粉500斤，面条200斤，罐头200箱，压缩饼干50箱，够了。能源类，柴油发电机2台，柴油1000升，太阳能板1套，蓄电池10个，够了。医疗类，常用药20盒，外伤用药50套，冻伤膏50支，够了。防御类，防爆门窗，监控系统，对讲机，锁头，砍刀，电棍，复合弓，够了。娱乐类，书籍100本，电影电视剧硬盘5个，游戏机1台，够了。其他，桶装水200桶，零食10箱，烟酒若干，种子50包，母鸡10只，够了。检查完毕，我和弟弟都松了一口气。姐，白浩说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点点头。明天末世就会降临，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姐，我有点害怕。我搂住弟弟的肩膀，说，别怕，有姐在。我们继续坐在客厅里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窗外寒风呼啸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这是末世前的最后一个夜晚，明天整个世界将会彻底改变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姐，白浩突然说，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白浩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打开一个文件夹，这是我下载的电影、电视剧、动漫、游戏。白浩说，足够我们看1年半了。我看着文件夹里的内容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这就是我的弟弟，细心、体贴、可靠，有他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小浩，我说，谢谢你，姐。白浩认真地说，我们是家人，不用谢。我笑了笑，搂紧弟弟的肩膀。夜深了，我和弟弟各自回房休息，躺在床上，我拿出玉佩，轻轻抚摸。妈妈，我轻声说，请保佑我和弟弟。玉佩微微发热，仿佛在回应我。我知道，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在保护着我们。明天就是除夕了，末世即将降临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有空间，有弟弟，有先知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钱思度、周彩凤、钱建国、苏薇薇，你们等着，极寒末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而这个礼物会让你们终生难忘。腊月29晚上，我坐在老宅的客厅里，通过手机监控看着钱家的一举一动。客厅里，钱思度正在向家人展示他的冰屋。爸妈，薇薇，你们看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冰屋。他打开地下室的门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哇，好凉快。苏薇薇惊喜地说，那当然。钱思度更加得意了，这里面有5吨冰块，5台空调，还有各种冷饮、雪糕、冰镇啤酒。思度，你真厉害。周彩凤高兴地说，有了这个冰屋，我们就不怕高温了。那是当然。钱思度说，我可是天选之子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天选之子，等极寒来临，他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蠢。思度哥，苏薇薇说，我们明天吃什么？海鲜大餐。钱思度说，我订了龙虾、螃蟹、鲍鱼，还有各种冰镇啤酒。太好了。苏薇薇欢呼。思度，钱建国说，你那些厚衣服厚被子呢？都扔了。钱思度说，高温末世要来了，那些东西没用，扔了。钱建国有些犹豫，万一降温了呢？降温？钱思度大笑，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的预知能力不会错的。春节后气温飙升到50度，哪来的降温？就是周彩凤附和，老头子，你别瞎操心，思度可是天选之子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好吧。钱建国不再说话，我在屏幕前摇头。钱建国还算有点脑子，知道留一手，可惜他被老婆和儿子洗脑了，根本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这就是盲从的下场。我继续看着监控画面，钱思度正在向苏薇薇炫耀他的预知能力。薇薇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只能预知天气，还能预知很多事情。真的吗？苏薇薇一脸崇拜。比如呢？比如，钱思度想了想，我知道明天股市会涨。股市？苏薇薇眼睛一亮，那我们可以赚钱啊。没错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等高温末世一来，物资会涨价，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。我在屏幕前差点笑出声。股市？等极寒来临，股市会崩盘，经济会崩溃，钱会变成废纸，他还想着发财，真是可笑。姐，白浩走过来，你在看什么？钱家的直播。我说，他们在炫耀冰屋。白浩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摇头说，真是可悲可悲。我冷笑一声，他们不值得同情。姐，你说明天会发生什么？明天早上气温会反常升到25度。我说，钱家那家人会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会更加疯狂地庆祝。然后呢？然后下午3点，天色骤暗，暴风雪毫无征兆的降临，气温会在1小时内从25度暴跌到零下10度。白浩倒吸一口凉气，1小时暴跌35度。没错，我点点头。而且这只是开始，那钱家那家人他们会冻死。我平静地说，在他们亲手打造的冰屋里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姐，我们能不能救他们？我转过头看着弟弟，救他们。白浩点点头。虽然他们对你不好，但
但毕竟是生命。小浩，我打断他，你知道前世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吗？白浩摇摇头，他们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穿着单薄的睡衣，在零下40度的街头流浪。我求他们让我进去，他们拒绝了。我求他们给我一件厚衣服，他们拒绝了。最后我冻死在街头，而他们在温暖的屋子里吃着我做的年夜饭，嘲笑我的愚蠢。白浩瞪大眼睛，所以我冷冷地说，我不会救他们，我要让他们尝尝我前世受过的苦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姐，我明白了。我搂住弟弟的肩膀说，小浩，在这个末世里，善良只会让你死得更快。我们要做的是保护自己，保护我们在乎的人。白浩坚定地说，姐，我听你的。我们继续看着监控画面，钱家那家人还在庆祝，还在炫耀，还在做着发财的美梦。他们不知道噩梦即将降临，而我会在这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看着他们从天堂跌入地狱，看着他们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。这就是复仇，甜美而残酷的复仇。姐，白浩突然说，明天就是除夕了，我们要怎么过？我想了想，说包饺子，看春晚，守岁，就这样。我点点头，简单一点，安全一点。好，我关掉监控，站起身，小浩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将会是漫长的一天。姐晚安，晚安。我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明天就是除夕了，末世即将降临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钱思度、周彩凤、钱建国、苏薇薇，你们等着，极寒末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而这个礼物会让你们终生难忘。除夕清晨，我睁开眼睛，看了看手机，早上6点，今天就是极寒末日降临的日子。我起床，来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外面的天气很奇怪，明明是腊月，却暖得像春天，阳光普照，鸟语花香，一点冬天的迹象都没有。气温已经升到了15度，而且还在继续上升。我知道今天的气温会升到25度，然后下午3点，暴风雪会毫无征兆的降临，气温会在1小时内暴跌35度，从25度降到零下10度，这就是极寒末日的开端。姐，你醒了。白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转过身，小浩，今天就是除夕了，我知道。白浩点点头，末世即将降临，你害怕吗？有一点，白浩老实地说，但有姐在，我就不怕。我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头，走，去做早饭。我们来到厨房，开始做早饭。今天的早饭很丰盛，小米粥、煎鸡蛋、小笼包、豆浆，这些都是我们爱吃的。姐，白浩说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上午我们要做最后的检查。我说，确保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下午呢？下午我们待在屋里，不要出门。我说，3点钟暴风雪会降临。明白了。吃完早饭，我们开始检查老宅，防爆门窗完好，供暖系统正常，供电系统正常，监控系统正常，物资储备充足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姐，白浩说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我点点头。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待。电视里正在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预告片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气氛，但我和弟弟都知道，这种喜气洋洋很快就会变成绝望和恐惧。姐，白浩说，我想看看钱家那边的情况。好，我拿出手机，打开监控画面，钱家那边也是一片喜气洋洋。钱思度正在客厅里安装最后一台空调，周彩凤坐在轮椅上笑眯眯地看着。钱建国和苏薇薇在厨房里忙活。思度，周彩凤说，今天真暖和啊。那当然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我的预知能力不会错的。春节后气温飙升到50度，现在只是开始。思度哥，苏薇薇从厨房里探出头，海鲜大餐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来。钱思度安装好空调，拍手，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，5台空调，5吨冰块，还有各种冷饮。他得意地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冰屋。思度，你真厉害。周彩凤高兴地说，那是当然。钱思度说，我可是天选之子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天选之子，等极寒来临，他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蠢。姐，白浩说，他们还在庆祝。我点点头。海鲜大餐，冰镇啤酒，真是讽刺。是啊，我说，他们以为自己在庆祝高温末世的到来，殊不知他们是在庆祝自己的死亡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姐，我们能不能？不能。我打断他，小浩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们不能救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值得救。我冷冷地说，前世他们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冻死在街头，这一世我要让他们尝尝同样的滋味。白浩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我搂住弟弟的肩膀，说，小浩，在这个末世里，我们要保护的是自己，不是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。白浩点点头。姐，我明白了。我们继续看着监控画面，钱家那家人已经开始吃海鲜大餐了，龙虾、螃蟹、鲍鱼，各种海鲜摆满了桌子，还有冰镇啤酒，各种冷饮，他们吃得很开心，喝得很尽兴。思度哥，苏薇薇举起酒杯，祝我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钱思度也举起酒杯，新年快乐。周彩凤和钱建国也举起酒杯，4个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我在屏幕前摇头，新年快乐。等极寒来临，他们就快乐不起来了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上午11点，气温升到了25度，这是反常的高温，但钱家那家人却以为是高温末世的开端。思度，周彩凤说，真热啊。是啊。钱思度得意地说，我的预知能力不会错的。来，开空调。他打开空调，凉风习习，好凉快。苏薇薇高兴地说，那是当然。钱思度更加得意了，等高温末世一来，这里就是人间天堂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人间天堂，等极寒来临，这里就是人间地狱。中午12点，
我和弟弟开始包饺子，猪肉白菜馅是我们最爱吃的。姐，白浩说你包的饺子真好看，你包的也不差。我笑了笑，来比一比，看谁包的多。好，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。窗外阳光普照，暖得像春天，但我和弟弟都知道这种温暖很快就会消失。下午2点，饺子包好了，我们把饺子放进冰箱，然后开始准备晚饭。姐，白浩说3点钟就到了。我点点头。我们待在屋里，不要出门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下午2点50分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乌云覆盖。姐，白浩惊讶地说，天怎么黑了？要来了。我平静地说，暴风雪要来了。下午3点整，窗外狂风呼啸，雪花毫无征兆地飘落。一开始只是零星的几片，但很快就变成了鹅毛大雪。气温开始急剧下降。姐，白浩看着温度计，气温在下降。我知道。我说1小时内会从25度降到零下10度。白浩倒吸一口凉气，1小时降35度。没错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窗外的暴风雪。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极寒末日的降临。前世我被赶出家门，穿着单薄的睡衣在街头流浪，我没有看到暴风雪的降临，只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。这一世我坐在温暖的屋子里，看着窗外的风雪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有庆幸自己重生了一次，做好了准备；有仇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；也有担忧未来会怎样。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弟弟。姐，白浩说钱家那边怎么样了？我拿出手机打开监控画面，钱家那边已经乱成一团。怎么回事？钱思度惊恐地看着窗外，怎么会下雪？思度，周彩凤也慌了，你不是说高温末世吗？怎么会下雪？我不知道。钱思度脸色苍白，思度哥，苏微微抱着胳膊，好冷啊，快开空调！钱思度大喊。他打开空调，但空调吹出的却是冷风，怎么回事？钱思度疯狂地按着遥控器，为什么吹冷风？思度，秦建国颤抖着说，气温在下降。钱思度看向温度计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温度计上的数字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，20度、15度、10度、5度，不可能！钱思度喃喃自语，我的预知能力不会错的。思度，周彩凤尖叫，快想办法！我想办法！钱思度慌乱地四处张望，厚衣服、厚被子都扔了。钱建国大喊，你不是说高温末世吗？把那些都扔了。钱思度哑口无言。我在屏幕前冷笑，现在知道慌了，晚了。姐，白浩说他们会冻死。我平静地说，在他们亲手打造的冰屋里。我关掉监控，站起身，小号开始供暖。好，白浩打开煤炉，点燃柴火，温暖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客厅。窗外暴风雪肆虐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这就是准备的力量，这就是重生的意义。姐，白浩说，我们安全了吗？暂时安全了。我说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我点点头。极寒会持续1年半，在这期间，我们要面对很多挑战。什么挑战？食物短缺、疾病、暴乱。我说，末世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白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笑了笑，搂住弟弟的肩膀，我们一起活下去。窗外暴风雪继续肆虐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我知道这种温暖是我们用努力和智慧换来的，而钱家那家人正在为他们愚蠢付出代价。这就是因果报应，甜美而残酷的因果报应。姐，白浩突然说，饺子可以煮了吗？可以了。我笑了笑，去煮饺子吧，我们吃饺子守岁。好。白浩跑进厨房，开始煮饺子。我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窗外的风雪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前世我在街头冻死，没有吃到年夜饭；这一世我坐在温暖的屋子里，等着吃饺子。这就是重生的意义，改变命运，活下去。姐，饺子好了。白浩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饺子走出来。好，我站起身，我们吃饺子守岁。我们坐在餐桌前，吃着热腾腾的饺子。窗外暴风雪肆虐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这就是幸福，简单而真实的幸福。姐，白浩说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笑了笑，小浩，我们又活了1年。白浩坚定地说，以后每年我们都要一起过，一定。我们继续吃饺子，聊天。窗外暴风雪继续肆虐，但屋里温暖如春。这就是末世里的幸福，珍贵而难得的幸福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挑战还很多，但我不怕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钱思度、周彩凤、钱建国、苏微微，你们等着，极寒末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而这个礼物会让你们终生难忘。